女人为爱苦等12年，终于等到心上人学成归来，怎料父亲竟要把她嫁给心上人的弟弟。可女儿的心思，父亲怎会不知？然而对方家早已为了家族利益另外定了亲，于是秀云只能选择她的弟弟。大婚当天，谢家兄弟同时娶亲，先开轿连秀云看到了心心念念的爱人，可如今她要娶的新娘却换了人，而秀云也在弟弟志成的牵引下来到了祠堂。按照族规，新娘进门要跨过高门槛，怎料秀云一脚下去，竟踩在了门槛上。门槛了，这可是犯了大忌！重来！没跨过去只能重来。没想到这一次，秀云竟在跨过门槛的一瞬间出了意外。不但极品洒了一地，更重要的是连带头顶的黄匾也重重砸在了志成身上，瞬间婚礼现场乱成一团。志成被抬到祠堂后面医治，头上的伤鲜血直流，而他的腿也被砸得站立不起来。看到志成变成了这副模样，本就心怀不满的三叔当即看起了笑话。这就是前些跟我们抢时辰争风光的下场。随即三叔便认定秀云肯定是灾星，还没过门就把侄子害成了这副模样。这样的女人如果留在家中，恐怕要连累我们全族的人。好在志成从小就爱慕秀云，处处维护她，祖母也怕事情闹大，含泪认下了秀云这个孙媳妇。然而婚礼仪式还没完成，此刻志成却站不起来，祖母只好安排年幼的弟弟代替哥哥把秀云娶进了门。新婚之夜，志清被扶着进来，掀开了他的红盖头。秀云，我现在把青儿交给你了，从此以后就由你来照料青儿了。因为志清受伤，两人并未圆房。另一边的志成也因放不下对秀云的感情，借口看了一夜的书，也没有和巧珍圆房。新婚次日，按照族规要验看出子穴，巧珍不想被人说闲话，便割破手指，滴了几滴血在白帕子上，交给了喜婆。志清这边，大奶奶说明缘由后，将喜婆给打发走了。等志清身体恢复后再来接喜。尽管秀云心中对这位突如其来的夫君并无情意，但仍然恪守妇道，每日煎药喂饭，踏实身体。在他的精心照料下，志清的身体逐渐恢复，也期待着能早日和秀云圆房。好不容易等到圆房之夜，他却耻辱地发现自己竟然给不了爱人幸福。应该是志成的媳妇，我把你给抢了过来，我造孽，我不是个男人。秀云体贴地劝他不要这么想，一定是他的伤没有恢复过段时间就会好。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来收落红喜卷的姑婆们，却让志清的尊严再次遭到践踏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我谢志清处死断子绝孙了！说罢，志清便言辞激烈地骂走几位长辈。看儿子如此无礼，身为族长的谢格文狠狠地教训他一顿。没想到受了刺激的志清竟然直接冲到河边，和父亲再次争吵后，毫不犹豫地跳了河。紧随其后赶来的秀云也随他跳下去准备救他，怎料入了水才发现自己不会游泳。这下原本一心求死的志清才赶紧游过来把秀云救上岸。随后父亲站在岸边骂醒谢志清，才让他放弃了求死的想法。然而回到家的志清却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对秀云的态度也越来越不耐烦，而秀云却一直理解包容丈夫。好在经过郎中治疗，志清的病只要按时吃药就有治愈的可能。自此之后，每日煎药就成了秀云的必修课。然而一服服汤药下去，志清的病却不见好转。焦躁的心态让志清稍有不满就把气出在秀云身上。更要命的是，他的疑心病让秀云喘不过气来。堂哥只是关心他的身体前来看望，可志清却以为他看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曾经和他青梅竹马的秀云。此时不怀好意的二叔也带着虎鞭来看志清，一番侮辱性的言辞直接让本就敏感的志清瞬间暴躁起来，二话不说就要连人带东西要把他们赶走。秀云赶紧出来打圆场，谁知志清竟然当着大家的面辱骂着推倒他。志清，你冷静点。志成，我说过了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你们都给我闭嘴，赶紧走！二叔和志成愤愤地离开，可志清的性情却越来越古怪，暴躁起来让全家不得安生。可面对志成，志清却故意表现出和秀云恩爱的模样。终于再一次没能成功和秀云同房后，志清受不了刺激发疯了。这一次全家人都不愿再忍受他，志清收拾了东西就要离家出走，可只有秀云就算被他打得出了血，也要哀求他不要走。求你留下来好不好？隔天，少爷受够了自己不争气的身体，竟要一纸休书休了他，还他自由。可秀云懂得志清的无奈，说什么也不肯走。没想到为了赶走秀云，志清竟恶语相向。看他如此决绝，秀云哭着离开了谢家。得知儿媳被混账儿子骂走，老父亲命令他必须找回秀云。这个家没有了他谢志清可以，但是不允许没有秀云。然而父亲的辱骂和奶奶的眼泪早已让志清麻木。可自从秀云离开，志清更加消沉。奶奶看出他的心思，细心劝导，终于解开志清心中郁结。看开一切的志清飞奔去秀云娘家，准备接她回家。而此时的秀云也在父亲的开导下走在回谢家的路上，两人心照不宣地奔向对方。
志清撕毁休书向秀云道歉，保证以后不管自己的病能不能好，都要和秀云好好过日子。得知弟媳的娘家有祖传秘方能治她的病，志清主动提出配合医治。秀云开心的去弟弟家请求弟媳帮忙，而志成听说志清终于变好了，不再让秀云受苦，也跟着他高兴。可一旁的弟媳却因两人曾经是青梅竹马吃了莫名吐，然而最终还是答应帮他。转眼就是半年，巧珍的父母来看他，顺便带来了拿给志清的祖传秘方。然而志成急迫的表现却让巧珍误以为他很关心秀云，为了不让他和秀云见面，巧珍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去给秀云送药。可到了他家门前，巧珍竟鬼使神差的撕掉了药盒上的使用说明和最重要的祭酒标点。恰好此时秀云出门，巧珍便把药交给他，匆匆离开。终于等到巧珍家的祖传秘方，志清开心的以为这次终于有救了，当即就吃下一粒药丸。可谁知一粒粒药吃下去依旧不见成效，志清再次郁闷起来。那天秀云放下药去私塾听课，不曾想自暴自弃的志清竟用白酒送服了药丸，谁知下一秒他就中了毒，鲜血从体内喷涌而出。经大夫检查，他大概率是因吃了药物而引起的中毒。二叔谢格长听后就将矛头指向了秀云，在他看来，整个谢家唯有不想守活寡的秀云才会对志清下毒，所以秀云在一脸懵圈的情况下就被族人给带走。若拿不出证据证明他没有下毒的话，明日就得沉潭。秀云怎么会下毒杀志清呢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冤情，二叔可要提醒你，在秀云下毒杀夫这件事上，你可千万不要多嘴为她说好话，知道吗？你小时候和她青梅竹马，谢镇上好些人都知道。你要是这个时候为她多嘴说好话，弄不好别人会以为你们俩是串通好的。志成则认为人正不怕影子歪，这件事他管定了。当晚他就找到了被关押的秀云，了解事情的起因。你有没有给志清下毒？我要想离开志清，他给我休书那天我就可以走了，何必要等到现在？在确定秀云没有下毒后，他对巧珍家的药产生了疑问。我不是说你家的药有毒，你想一想，你家的药有没有什么相克的东西？一开始巧珍并不承认自家的药有相克与禁忌的东西，但在得知秀云会因此事而沉潭之后，心里顿时有些慌，便告知丈夫她家的药吃完2小时以内不能喝酒，否则会因此毙命。但药瓶的盖子下面有一颗红色的解毒丸，若志清真是因此中毒，只要服下解药便不会有大碍。志成跟大奶奶再三确认志清确实是喝了酒以后，便将红色的药丸给他服下。果不其然，志清服下解药2小时后便跟没事人似的醒了过来。大奶奶看到孙子安然无恙之后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随即吩咐众人将被关押的秀云给放了。在得知自己是在志成的帮助下才得以真相大白。秀云虽然只字未说，但眼神里全是对他的感谢。而志清经过此事之后，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，与其这样待在家里苦闷，还不如出门去经商。秀云倒是支持他做下的任何决定，可老父亲却选择了反对。按照徽州的规矩，经商之人无后不能离家，所以志清想要出远门，必须得先给谢家生下儿子，否则他绝不会拿出1毛钱给其出门经商。相比父亲的固执，大奶奶却开明许多。在得知孙子出门是经过秀云的同意以后，他也表示支持，但前提是志清必须与相对稳重的志成一起做生意。你就听奶奶的吧，虽然志成读书比你多点，但是做生意未必比你有头脑。你们俩在一起正好可以互补啊。2年前咱们一起回家成亲，现在要一起出门立业。可两人的经营理念不一样，志清选择了独自去云南做玉石生意。自他与志成分开后，秀云便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，家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了他一个女人来处理。没有母亲的志向，自哥哥走后，他每晚都要跟嫂嫂一起睡。转眼5年过去，志向已经是15岁满腹经纶的翩翩少年。从小缺乏母爱的他，将嫂嫂当成了自己的娘亲一样对待。而在外混了5年却仍旧一事无成的谢志清也已经回来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离家多年少爷竟治好了身上的毛病，两人因此补上了洞房花烛夜。可丈夫就在家待了2天，就又出门经商去了。没想到少爷前脚刚走，秀云竟然呕吐不止。秀云，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就是胃不太舒服。请来郎中把脉，才知她竟然怀孕了，还是个男孩。得知喜讯，秀云开心极了。可奶奶和公爹却愁容满面，怀疑孩子不是谢家血脉。秀云还千好万好，只此一件事，他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奶奶相信秀云的人品，专门请郎中暂时封锁秀云怀孕的消息。郎中竟出主意，干脆用药打掉她肚子里的孩子，以绝后患。那不行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，不能伤着孩子。时间一过就是5个月，眼看秀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镇上对秀云的谣言也越来越多。公公每次看到秀云出门就把她拦回家，然而唯一能证明她清白的志清却远在他乡迟迟不回。终于忍无可忍，委屈到极点的秀云拖着6个月的身孕跪在奶奶面前。她不怕外人怎么说，但只求奶奶和爹相信她就算死也从没做过对不起谢家的事。奶奶心疼地抱着受了委屈的秀云，劝她放宽心，等到志清回来，孩子生下来，她自有办法还她清白。时间在秀云的一天天期盼中过去，可镇上的谣言却越传越离谱，甚至谣传秀云肚子怀的是曾经青梅竹马制成的孩子。谣言传到巧珍耳朵里，就成了长在她身上的毒瘤，每天折磨着她。可丈夫志成的态度却让她更加寒心。随后极端的巧珍竟不顾秀云已经怀孕8个月，当着她的面就给她的茶水中放打胎药，并劝她喝下。喝完药以后啊，你就送我出门，假装被门槛绊倒了。
这样孩子小产就没有人会怀疑了，孩子没有了，别人就没有办法为难你了。听了巧珍的话，被谣言折磨的秀云竟鬼使神差的端起了茶杯，眼看目的就要达成，奶奶及时出现阻止了秀云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？在干什么？奶奶严厉的态度让巧珍无言以对，仓皇逃离。秀云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如果你现在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，不就是向人们承认这孩子真的来历不明吗？随后，巧珍神色慌张地带着儿子回家，察觉不对劲，志成逼问他去了什么地方。怎料还不等他开口，目睹巧珍整个下药过程的小修贤竟直接讲出了母亲的所作所为。这下不但公公指责他糊涂，志成更是没给他好脸色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。看志成一去不返，巧珍的心凉透了。自此之后，巧珍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时常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发呆，就连最爱的儿子也无心照看。而另一边的秀云仍然没有摆脱邻里们谣言的折磨。时间在秀云期盼至亲早点回来证明自己清白的日子中一天天度过，可直到她生产也没看到丈夫的身影。经过3天3夜的痛苦折磨后，秀云终于生下了儿子，整个谢家欢天喜地。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秀云生产的当天夜里，巧珍竟然跳了河。第二天一早，期盼了10个月的至亲终于回来了。可还不等他回家，就被三叔拉去了祠堂。原来今天是审判秀云孩子的日子，也是到了此刻，至亲才知道他不在的这10个月，秀云竟为他生了儿子。至亲当众澄清自己的病好了，并确定这个孩子肯定是自己的骨肉，可没有确切证据怎能服众？奶奶当即提出滴血认亲的方法，银针刺破孩子手指，哇哇大哭，奶奶的心更是犹如针扎。所幸当至亲的血滴入水里，和孩子的血融在一起的那一刻，证明了这个孩子就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至亲端着碗兴奋地让在座的所有长辈查看，而秀云这么久以来承受的所有不公待遇，也终于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。回到家，至亲心疼地向秀云道歉，感谢她为自己生下儿子。可还不等他们庆祝，巧珍跳湖自尽的消息就传了过来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这天大的事怎敢戏言呐？谢家所有人都为他感到惋惜。然而此时最可怜的要数没了娘的休闲，奶奶前去吊唁，孩子的哭泣声扎得他心疼。随后志成匆匆赶回家，可他再也不见等在门口的巧珍。也许到了此刻，志成才终于意识到，这么多年自己对巧珍的忽视和理所应当是多么残忍。另一边的至亲和秀云保证要恩爱的过完一生，然而誓言在耳边还没冷却，他竟然就要娶外面的小妾进门。